小满，你听妈一句，就当妈求你了啊！咱家真过不下去了。你爹还等着抓药，你爹躺在床上连米汤都喝不上，张家可出无粮啊！娘，你真是为了全家？当然，娘还能害你不成？不能害我。那我问你，家里断粮的时候，你藏在柜子里的半袋糙米给了谁？你胡说什么？给了弟弟。我和你说饿，你说姑娘家忍一忍就过去了，那能一样吗？你爹是男丁。我发热那回，你去请郎中没有？家里没钱。没钱请郎中，有钱给弟弟做新鞋，有钱托媒人，有钱收聘礼。磨叽什么？人是我的，今天我就得带走。小满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娘？忙10月怀胎生了你，养你这么大，如今家里难，你替家里分担一点。分担？所以你拿我去换钱叫分担？张家虽说人是混了些，可到底有口饭吃。是啊，有口饭吃，所以先卖我，再养你儿子。以后要是还缺银子，是不是还要把我卖第二回？小娘子，躲什么？早晚都是我屋里人。你娘可都应了，收了钱，按了手印儿。今儿你不走也得走。小满，你想干什么？自保。你疯了！那是张家的人，你得罪了他，咱家以后怎么过？你怕得罪他，不怕逼死我？我没逼你。那你现在开门，让他进来试试。瞧见没？婚书，银子我给了，纸也写了。刘婶子，你闺女今天就是我张家的人。嘿嘿嘿嘿嘿，长得倒是真俏，躲什么？过来，让我先瞧瞧。退回去。装什么烈性子？我说，退回去。你个赔钱货，也配跟我大呼小叫？别闹！张家兄弟有话好说。小满他是一时犯拧。犯拧？收了我的钱，还敢给我摆架？他不敢，我敢。沈青石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张家的家事。家事？你买人也叫家事？什么买人？这是正经下聘的。是下聘。5两，我出。沈家小子，这是……不谈情分，只签契约。我家缺个照看孩子的人，5两，买你这几年劳力，吃住在沈家，你只需照顾幼子。凭什么？这人明明是我先。你的银子拿回去。你说拿回去就拿回去，我都下聘了。聘书呢？这儿。没媒证，没祖老签字，连名字都歪七扭八。你说这是聘书？是他糊弄你的废纸。真要成亲，至少得有媒人作保。没问清，就想把我推出门？那又怎样？村里谁不知道她迟早要嫁我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说了不算，我没点头，这事儿就不算。要么拿银子作废这事，要么去找李正说。你个成事不足的，白费老子功夫。行，你有本事，可别得意太早。慢走不送。无良，真是无良！沈家小子，你说的可当真？只要他去你家照顾孩子，这银子就是我们的。不是你们的，是我的卖身钱。不是卖身，是工钱。先知。那契约呢？怎么签？写明期限，写明做什么，不纳妾，不婚配，只雇工。那怎么行？不成亲，村里人要怎么说？怎么说是你的事，人我带走，气我和他签。和他？我是他娘。打算把我交给他，现在又想做主？我那是为了家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
现在也是为了家里。行，这5两我认。小满，你想通了？我有条件。你还敢提条件？第一，5两到你手里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你说什么？第二，弃我自己钱。第三，我去只照顾孩子，杂事另算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还跟我算账？你吃我的用我的，现在跟我算这个账？我不跟你算，难道讲情分？你刚不是把情分卖了？可以，你答应？答应。为什么？我需要能做事的人，不是糊涂人。你收着。那是我们家的。他的工钱，他收。明早晨时，村口老槐树下等我。等等，你孩子多大？不到4岁。为何找我？因为你刚才没跪。小满，娘刚急糊涂了，这银子不必装了，明天我就走。今晚这银子你别想碰。还有，这种废纸我烧了。新诏已立，托国分家省市契约。站着做什么？娘，人带来了。娘，青石这回倒舍得5两银子呢。小满妹子啊，就带了这么一个包袱。小满妹子进了沈家门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嫂子说笑了。哟，这就叫嫂子啦？你倒是顺口。沈二哥说我是来做故宫的，不婚配，不纳妾。什么故宫？你花5两带人回来当雇佣？契上这么写。契呢？还没去李正那儿落字。没落字就还字，就不算数。名不正言不顺，外头嘴碎。是填房还是帮工，总得有个章程。章程有。你说有就有，别拿沈家米粮养。我照顾的孩子是他们。金穗玉穗，我大哥家的。什么叫我家的？吃沈家饭就是沈家孩子。既然是故宫，明日到李正面前写清楚。你还挺会算。包袱里是什么？换洗衣裳。打开。娘，怎么？我连看看都不成？万一夹带了什么不干净的，谁担？就是小满妹子，娘是为全家好。婶子要查，也该等契落了字。你叫我什么？我不是沈家媳妇，也不是妾室。今日借住一晚，愿意留是情分，不愿意，我现在就走。青石，你听听，倒先给我立规矩。他说的没错。何必为个包袱伤和气？先安置吧。娘，您看，西厢外间。这里一直没人住。以前放杂物。那2个孩子呢？住柴房边的小屋。你说让我照顾孩子，却不说有2个，也不是你的。我没说清，是我的错。那你真正要我照顾的，到底是谁？吃饭啦！新来的小满妹子，可别等人请啊！先吃饭。明日落契之前，我要听实话。好。姐姐，你别做错，那边会挨骂。我坐哪儿？新来的都坐那儿。金穗倒懂事。小满妹子，这孩子机灵吧？以后你可得好好带，别白吃饭。沈家不养闲人。吃了这顿，明天开始活计自己找。怎么不吃？吃。
不过我明日去李正那儿落气，要添一条。你还添？是，我照顾孩子，可以。孩子的饭要按人头给，若不给，我就自己想法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想另起锅灶？沈家不养闲人，我也不白占便宜。灶冷着也是冷着，我若能让它热起来，总不能连锅里东西是谁的都说不清。好大的口气！口气不大，只是饿过的人见不得孩子饿。看什么看？沈家没那闲钱养废人，你既说自己能耐大，明儿开始就自食其力，休想吃白食，更别想着带着2个赔钱丫头一块儿占便宜。不吃白食，这话我记住了，记住最好。今晚借个地方睡，明早我就找活。至于2个孩子，谁愿意让他们饿着，是谁的心，我只管我看见的。哟，你这话说的倒像在怪我们。我没怪谁，我只是记性好。哼，吃完就滚去后头，别碍眼。行，你们住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去柴房边破屋，省得人伺候。多谢嫂子成全。谁成全你了？走吧。就这儿。别嫌弃，有本事自己变间好屋。平时就盖这个，冬天也这样。明儿鸡叫就起，偷懒没人惯着。知道了。灶房别乱碰，包袱收严实。嫂子说的对，我最怕人手脚不干净。他走了吗？走了。怕他？大伯母骂人厉害，他骂你们就听着。不听会更麻烦。姐姐会坏的，坏了才有用。我不用，给妹妹就行。你也裹，听话。我不冷。不冷也裹着。等明天，我想法子。什么法子？让你们吃饱穿暖的法子。你为什么对我们好？因为你拉了我一下。我只是顺手。顺手也是好。睡吧，别怕。盯着点儿。知道，还用你说？姐姐，我在。你别走。好，不走。怎么了？天爷啊，哪儿来的野猫？灶房里那块肉呢？昨儿还在，今儿就没了。这可是给娘留的，谁手这么贱？姐姐，他肯定要说是我们拿的。后头那破屋里昨晚可新住了人，野猫进不进得去我不知道，手脚不干净的人倒是现成的。开门！我倒要看看昨夜谁摸进了灶房。别慌。姐姐，他会不会搜屋子？会，所以我们先出去。现在？现在。装什么死？这儿能走？能。你先带妹妹钻出去，顺着柴垛后头走，别出声。去找活。现在就能找到吗？试试。要是被发现，发现也比站着挨泼脏水强。记住，以后遇上这种事，先看局面，再张口。别人设好的坑，不要急着往里跳。姐姐找什么活啊？捡钱。真的有钱捡？有。谁家的？柳大叔。你认得我？不认得。那你张口就叫。人人都叫您柳师傅。这儿不是讨饭的地方。我们也不是来讨饭的。那来干什么？替您清干净废料。你知道什么叫分门别类？青花捡完整的，素白挑边平的，扎脚的碎尖单独收。谁有空收拾这些？你倒会看。不是会看，是会算。你算出什么了？多说一句，多耽误一分。柳叔，这小娘子嘴倒快，你拿废瓷做什么？卖。卖给谁？镇上总有人认，破瓷也有人认。残片卖样，爱看的是花纹。这种边平的垫胭脂盒最稳。这种吸水，发豆芽都能用。还能这么弄？死物不值钱，会用才值钱。
你倒像不是村里出来的。活到穷处，得多长点脑子。成，外头这2堆随你收。姐姐，她答应啦。小丫头，别在窑道上跑。知道了。多谢。别踩碎尖儿。姐姐，你刚才一点都不怕。怕归怕，话得说到人心里去。金穗，你挑青花连贯的。这样。对，玉穗挑边缘平整的。我会小心。颜色干净的也收着。为什么呀？没用的好看越值钱。慢点儿，不急。我不累。这真能换吃的吗？难说，但这是咱们的路。那我多捡几片。好。我也多捡。先把手里的放稳。哦。这些是你教他们分的？是。总比在家挨骂强。这像月亮。像月亮。墙角还有残片，要的话一并拿走。这份情我记下。收干净，我省心。明天还来吗？明天看情况。我想来能捡月亮，破东西也能这样挑。人也一样，看似废的未必真废。下回别空着手吹牛。那带什么？看你折腾出什么。别叫人压了价。哼，嘴硬的像窑砖。窑砖才顶火。姐姐，真要去镇上吗？明天去，今天先磨边。我能帮你，我也能。你别乱碰，就算帮大忙。回来了，看这是什么肉？你还知道是肉？我不想。你包里装的到底是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偷东西养人？原来肉自己会回来。你少阴阳怪气！该先把话说清楚。谁一大早嚷得满院子都知道？嘴倒是厉害。脏水不能空口泼。哼，包袱拿下来给娘看。我的东西。你身上哪样不是沈家的？够了。里头装的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，直说。青石真没给你留银钱？没有。没有你哪来的赌气？人总得有点骨头。他这就是不肯交。你胡说！轮得到你插嘴？闭嘴！你叫谁闭嘴？谁喷脏话我就叫谁。娘，这分明是心虚。把包放下。不放。你敢忤逆长辈？长辈若讲理，我敬着。姐姐，别出来！你拿刀做什么？谁再往前一步，试试。你吓唬谁呢？那你来。你要对着家里人动家伙？我不动，你们也别动。我的包袱，谁也别碰。娘，不能这么算。好，你厉害，给我等着，去把青山叫回来。有本事你一直站着。姐姐，他们走了吗？姐姐，你手在抖。怕也得站住。要是没有你，有我，先别慌。你们待着，我去打水。喂，能听见吗？弟弟，我知道。你们是谁家的？起来，跟我走。走，
哪儿？先吃东西。真的？真的，慢点。我叫安儿，他叫康和。婶子，我们会干活，不白吃。先活过来再说。真贱人啊！去把米汤端来。你也喝，我等弟弟喝完。还有，婶子，我们能留下吗？一碗也行。来了！都别出声。村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媳妇儿不敬长辈，藏私家带，还拿刀立威。林小满，你可有话说？有。村长，别听他狡辩。我还没说，你倒先知道了。装什么镇定？不是你是谁？那他怎么自己回桌上了？那是我后来找着的。在哪儿找着的？灶边儿。几时找着的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既是你问，便说清楚。4时前后。早晨喊丢了要搜屋，非闹得鸡飞狗跳才找着。没留神不成吗？成。肉有多重？什么多重？喊一大块没了，1斤还是2斤？谁去称？哼，不会称，倒会喊。若是我偷，何必扔回桌上？你少绕，谁知道？没凭据。安静，没证据不好硬扣。村长，他都拿刀了。是你们先逼我的。那是沈家的东西。你想看，我就得交。够了，再闹去祠堂。行了，林小满，你也收收性子，有事找我，别动不动拿刀。别人不伸手，我自然不会。姐姐，走了。走了。我刚才都不敢喘气。婶子，是我们连累你了。跟你们没关系。饿不饿？还有半块窝头，我去拿。拿来掰开，分着吃。姐姐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。那怎么办？今夜别睡死。会来人。防着点，总没错。姐姐，你摆这个做什么？听响。谁来？手脚不干净的人。婶子，我们可以躲得在里头些。怕吗？有一点，可我能护着弟弟。你先护好自己。姐姐，你不吃？我一会儿再吃。你又骗人。真不饿。你先垫一口。行。婶子，你今天为什么带我们回来？因为看见了。看见了，就不能当没看见。谁？大半夜摸到我门口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走错了。走错？你家在村西。我喝了点酒，真走岔了。喝了酒还知道摸柴房门？我还听了半天动静。姐姐。
滚！我滚，我这就滚。谁啊？没事儿，闹耗子。大半夜的，姐姐，他们真要赶你走？不是赶，是想把我赶干净。婶子，我们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？你们先待着，谁叫也别出来。姐姐，我跟你去。你去正合他们意。那你一个人？我一个人反倒省事。你倒敢进来！不是你们叫的，全院都听见了。你还有脸顶嘴？昨夜里闹成那样，咱们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闹的？不是你是谁？赖皮章自己摸过来，倒成了我的不是。谁知道他为什么摸过来？若你平日里规矩，他能半夜找上门？说得好，那你去问他，问他是谁让他来的，问他听谁的，问他想干什么。你少在这倒打一耙！眼下说的是分家，没错。今儿把你叫来，就是把话挑明。自打你进门，家里一天安生都没有，先是顶撞长辈，后是藏外人，分出去，各过各的。你也是这个意思？弟妹，娘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为了家，还是为了钱？说话放尊重些。你们都要把我连锅带碗赶出去，那也得看你配不配。家里米是宫中的，灶是宫中的，你一个守不住门的寡妇，带着几个来路不明的小崽子，你凭什么？就是，青石都不在了，他那份儿自然归家里，你如今还想捂着钱？想都别想！要分，可以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话还没说完。分家，请村长来。凭什么？凭我要个见证。自家分家，自家就能说了算？你说了算？那你今儿说我该净身出户？你少在这倒打一耙！眼下说的是分家，没错。今儿把你叫来，就是把话挑明。为了家，还是为了钱？说话放尊重些。说话尊重些。你们都要把我连锅带碗赶出去，那也得看你配不配。你一个守不住门的寡妇，带着几个来路不明的小崽子，你凭什么？就是，青石都不在了，他那份自然归家里，你如今还想捂着钱？想都别想！贪心、黑心、丧良心！我不配，那青石配不配？他死了，他那份就该被你们吞了。那是沈家的，我也是沈家明媒正娶进门的。你如今这副德行，也配当沈家媳妇儿？配不配，不由你一张嘴说。请村长来，请族里长辈来，一桩桩摆在明面上。行，既然你要按规矩来，那就按规矩来。青石娘，他不是要请村长吗？那就请。当家的，他分明是拖得了一时，拖得了一世。弟妹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村长一来，就不是你我几句口角那么简单了。正好。好，既然你要把事儿闹大，那我就去请陈村长来断。你别得意，村长来了也轮不到你翻天。那就等他来。
村长啊，你可算来了！好什么？都在一个村里，话总能说清。他一个做媳妇儿的，半夜闹出那样的丑事儿，还要跟家里抢钱抢粮。村长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。昨夜里赖皮章都摸到他门口去了，他这不是不守妇道是什么？青石媳妇儿，你可有话说？有。先说昨夜，赖皮章摸到我柴房门口，被我撞见，跑了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早有勾连？你看见了？外头都传遍了。外头传遍了，就是真的。先别抢，那你说，今天闹到请族老来，是为分家？是。你想怎么分？按规矩分，青石那一份该有多少就有多少。村长，你也听见了，他一张嘴就奔着钱粮田地去。青石人都不在了，二房也没个正经后人，他却拿几个外头捡来的孩子充数。这几个孩子确实不是沈家血脉，不是沈家血脉，就不是人了。你少扯这些没用的！你要养野崽子是你的事儿，凭什么花沈家的粮？那青石挣回来的粮，凭什么都算沈家的？那是宫中，往上交的时候叫宫中，往下分的时候就说二房无主。这话倒是说得顺。你手里可有什么凭证？那是什么？你们不是总说我空口白牙？这是青石当初服徭役前托人写下的手契，上头写着他在外做功德的银钱有一部分留作二房家用，还有我进门时带来的那只旧木箱也记在里头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青石一个闷葫芦，哪会留这个？他不会写，不等于不会留。这字像是镇上代笔铺子的字样。是，落款按了手印，写的不花也不绕。村长若不信，可以找人认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她一个女人哪来的气？我哪来的？不如你问问青石当年为什么怕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怕自己拼回来的东西，到头来连一口米都留不住。村长，就算有这么张纸，那也只是他一时糊涂。谁家儿子挣了钱，不是先归宫中？归宫中可以，可分家时也该分明白。弟妹，你藏得倒深。彼此。你真以为拿一张纸就能翻过天？我没想翻天，我只想不被人按进泥里。这契能做个凭证，可你说要分多少，总得有个数。村长，青石走了2年，二房吃穿用度都在家里，他住的是沈家的屋，烧的是沈家的柴，用的是沈家的锅，如今还带着4张嘴，怎么算都不该再多分。对，他要走我也不拦，可最多给他个破灶间，再给几把糠，已经算仁至义尽。村长，照他们这意思，青石这人活着时出力，死了连影子都不算。规矩是死的，二房无子确实难分。谁说无子？我占着青石媳妇儿的名，他那份香火没断，我养着4个孩子，哪怕不是血脉，也是在替二房撑门。撑门？你拿几个外头捡来的小叫花子撑门？你也不怕笑掉人牙？笑不笑是别人的事，少装模作样。说到底不就是舍不得银子粮食？你这种女人留在沈家才是祸害。那就分，分也轮不着你张嘴要这要那。那轮到谁？村长，您是来断事的，不是来听他们嚷的。您给句公道话，青石那份到底算不算？算，是该算一点，但你到底没亲生子嗣，按村里旧例不能按整份分。再者，你在家里这些日子的吃用也要折进去。对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村长明断。这样吧，给你20斤杂粮，1口旧锅，西边那间废灶房给你落脚，你今日就从主屋这边搬出去，以后各过各的。弟妹，村长已经很照顾你了，你若识趣就接了。照顾？20斤杂粮，5张嘴，几天也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谁让你非要分？旧锅呢？锅里煮什么？煮风，有口锅就不错了，你还想金锅银锅不成？小满，见好就收，女人家分出去，村里能有这个数已经不算苛刻。那要是我不收呢？你还想闹什么？他能闹什么？不过是仗着会撒泼。我不会撒泼，
可我会算，青石流气不是为了换20斤杂粮。你还嫌少？是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得寸进尺的是谁？你心里清楚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真要跟全家撕破脸？脸不是我撕的。那你想如何？说话呀！你还摆什么谱？村长都发话了，再闹就不是分家，是逐出门。你干什么去？李小满，你疯了！今天这家若分得不公，小满有话好说，那我就烧了这规矩。你快灭了！你想让全家都没地方待吗？不是我想，是你们逼的。你这个丧门婆，你快停下！停！刚才不是说我只配20斤杂粮、1口旧锅、1间废灶房？这灶房我先用了。一家人说分家，哪有你这样点火的？那也没有你们这样逼寡妇活路的。你先退开，退开再议。我退开，你们就又当我好拿捏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公道。说数。青石那份折粮给我。你做梦！你做梦！那就继续耗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这样我重断。按青石留下的气，再念着你一个女人带4个孩子不容易，粮食加到100斤，150、200，少1斤都不行。林小满，你别太过。我若真过，现在就不是这样说话了。200斤粮，不能再多。还有呢？孩子你自己养，日后不得再拿他们来争沈家名分。我不替他们争你们这点脏名分。那就这么定。写，快写。弟妹，你真狠。狠的是要活下去。字据在这儿，火能灭了吧？粮呢？200斤，自己点。不用。村长在这儿，我信他这一回。既分了，就别再闹。只要没人再踩我头上，我懒得闹。200斤，自己点。不用。村长在这儿，我信他这一回。婶子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我要是不要你们，刚才跟他们争什么？那我们去哪儿？既分了就搬吧，别磨蹭，天黑前腾干净。先出去。姐姐，我能扛1袋。你扛不动。我能帮忙扶着。那就扶着。姐姐，我们今晚住哪儿？先去找个能点火的地方。看什么看？分家字据都有了，还赖在这儿做什么？就是，天黑前把你那点破东西都弄走，别脏了院子。安儿，去把墙角那辆破板车拖出来。那不是大房平时拉柴的车吗？现在不是了，分家时没写车归谁。你倒会钻空子。你若舍不得，就把车上的粮给我换成银子。给他用，赶紧让他走。娘，这车还能用吗？能推，重也得推。我们真的不回来了。回不回来，不由他们说。那由谁说？由咱们自己。说的倒像样。离了沈家，我看你今晚睡哪儿？睡哪儿，也比睡在你眼皮前强。娘，走吧。你扶着左边，安儿扶右边。
金穗看着康儿，别让他掉队。我能帮着推。你帮我看路。我看着。别看，别看，真分出来了！听说他差点把灶房点了。他们凭什么这么说？嘴长在他们脸上。我记住谁笑了。记住路，比记住他们有用。哟，这不是小满妹子吗？200斤粮够沉的，要不要我搭把手？不要。别这么冷啊，都是一个村的。你算哪门子不是外人？嘿，小崽子脾气还挺大。你现在分出来了，往后一个人带孩子多难啊！这就对了，有什么事儿？你搭把手。我好心。你的好心值几斤粮，还是值几句闲话？你别不识抬举。昨晚摸门，今天拦路，你是觉得我分了家就更好欺了？谁摸门了？你可别乱扣帽子。是不是乱扣？你心里有数。我告诉你，别仗着有把刀就吓人。让路！你凶什么？谁稀罕拦你？你往村西去，那边可没什么好地方。你真要去住凶宅？凶宅？人活着都没把我逼倒，一间空屋子能怎样？娘，你累不累？累也得走到地方。那地方真的能住吗？先看看。要是真有别人呢？有别人就想法子说。要是别人不让呢？那就换个说法。再往左一点。真是这儿？我听人说这里以前祭祖，现在不祭了。可他们都说这里空了好多年。空着，才轮得到我们。里面黑。天还没黑，先进去。娘，这里真没鬼吗？你们看，鬼会给你挡风吗？会给你垒灶吗？不会。那就不是要紧东西。可我刚才看见那边像有影子动。现在呢？好像没有了。不是没有，是它本来就只是块布。娘，这里真能当家？能不能，不是他说了算。那谁说了算？我们。从今天起，这里有锅，有粮，有人，漏风就补，积灰就扫，没床就铺草，没有鬼，只有以后我们的家。那我扫地，我去拔院里的草。我把车上的粮先搬进来。那我呢？我干什么？你替我守门。我会看着，不让坏人进来。谁？都别动。娘，外头有人。先不说话。会不会是风？风不会带白面相。玉穗，在。带金穗去墙角，把草铺开。现在。安儿，把2袋粮先挪进正堂里侧，贴墙放。好。康儿，守门先不急，你去捡些干枝子，门边、供桌底下、院角，只要能烧的都拿来。我不怕。我知道，可我现在更缺火。娘，是什么？吃的。白馍。谁给的？先别问，先把今晚过了。
娘，门要不要抵上？抵。用什么抵？板车横过去。行。谁敢来，我就……你就先把门顶好。知道。听着，今晚谁都别乱跑。若是听见外头有动静，先看我。只要我没说走，就都待在这儿。娘，你呢？我守着。你不睡？等你们睡了再说。娘，这里以前真没人住吗？没人住。那为什么刚才会有人送馍？因为我们住进来了。可他们都说这里……他们还说我离了沈家活不下去。也是。风会响，门会响，不会动。可响归响，动归动，日子还是得一口一口吃，一步一步走。那要是真有鬼呢？别乱说。真有也得讲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先来后到。今晚我们先进门，火也是我们生的，地也是我们扫的。他若真在这儿，也该往边上让让。有道理。娘，我没睡，我看得见。你要是困了，我守一会儿。你先长大。谁在外面？再不出声，不怕死的就进来。是爹。风大，爹来补补。你怎么来了？白天不好来。那馍是你放的？你弟弟磨的面，你娘不知道。进来吧。漏的比我想的厉害。能补？先顶一碗，够。你早就备着了。路上限量来不及。这边窗棂松了，屋顶那条梁没断，只是压歪。要我做什么？扶梯。哪来的梯？门板拆一扇，横木搭上。慢点儿，别惊着孩子。问。好。绳子，包走。给。那根短竹。这根。你什么时候量的？去年冬里路过看过一回。你看这荒祠做什么？想着，万一有一天你回不去婆家，或是在林家也待不住，总得有个能遮风的地方。当年把你嫁过去，是爹没本事，说护着你也没护住。我嘴笨，也挣不过你奶，压不过你大伯。可有些东西我总得提前备下。这边还差一条缝。看见了。屋后怕不怕进风？明早我再去看看。
你天亮前就走。得走。怕家里知道。知道了，你娘难做。那你呢？行了，这一夜能过。爹。谢谢。谢什么？你小时候那张小木床还是我做的。我记得。你那时候嫌床脚雕的花不好看，非让我改成圆的。你改了？改了。后来我还在上头刻了道口子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看见了，没说。什么？菜种。小白菜、萝卜、葱，能活哪个算哪个。你连这个都带来了？地空着也是空着。爹。以后我不回沈家了。好。那白馍，孩子们吃了。爹。还有事儿？下回别只放馍。人也进来坐坐。知道了。娘，醒了。咦，不冷了。天亮了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把咱们的第一垄地挖出来。我也去。你先把脸洗了。娘，你今天还出去？去镇上一趟。卖那些破瓷？不是破瓷，是能换盐的钱。那能换饼子吗？能不能换，要看今天手气。娘，镇上热闹吗？热闹，比村里热闹。热闹得多。娘，你一个人去？我一个人去快。安儿，在。你最大。我不在时，火别乱生。知道。门后板车别挪开。知道。玉髓，看着弟弟妹妹。我会的。娘，你多久回来？日头偏西前。要是卖不掉呢？那我就把人熬掉。娘，你会卖掉的。粗盐多少，针线多少。若能多出几文，再买2张杂粮饼。穿短褂的多半是来卖东西的。哟，卖碎片子？卖。这也有人买？怕是从哪个破庙里刨出来的吧？占地也得先摆得出东西。吃饭的本事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地方讲规矩。若我卖出去了呢？你若卖出去，我把这摊口的草金送你。那你留着吧，我不缺这个。碎的有什么好看？走走走。我看你不如2文1把卖给窑口填坑去。你收？我收他做什么？那就少替我心疼。看衣料，看步子，看眼神停在哪儿。你倒像个懂行的。夫人不是自己用。哦？
你篮里香料买的是最细的。你是替人采买，不是给自己添玩意儿。你停下，是因为这花色眼熟。眼熟又怎样？说明你见过相近的器物。见过就得买。若那器物就在你主家，你胡猜罢了。那你放下就是。真不值，夫人不会跟我说这么多。20文。30文。你这摊一上午都没人来了吧？那是他们看不懂。这样吧，什么？30文，2片。你方才还说少1文不出，我卖的是看中的人。你倒会抬自己，不是抬我，是抬夫人的眼力。你叫什么？林小满。你一个乡下妇人，哪学的这些话？饿出来的。夫人要是还想压，就不必了。成，30文，2片。东西给我。你明儿还来？有东西就来。若我还想看别的呢？那要看夫人主家还缺什么旧样。你果然不是胡卖，还真卖出去了。30文，2片碎瓷。我说了，能换盐的钱。这片怎么卖？15文。太贵了。嫌贵就看别家。这个倒有点意思。不卖。不卖你摆出来做什么？等懂的人。够了。粗盐怎么卖？3文1小包，5文1大包。给我来1小包。就1小包？先要这1小包。最结实的针，给我2根。8文。便宜1文。这已经是实价。我下回还来。成，少你1文。这个怎么卖？2文1个。给我来3个。孩子们今日有盐有饼，还有晚上能缝补衣裳的线。等等，你何时拿的？方才你去买东西，我替你看了一眼摊子。那是我的货。我知道。知道就放下。你从哪儿得的？路边捡的。路边捡不出这东西。那就是我命好，嘴也严。若改日还来，去东街口的听词阁问问。你是谁？一个替主家跑腿的。主家是谁？你若真有好东西，自会知道。听词阁。30文进，盐3文，针线7文，饼子6文，还剩14文。我就说吧，那破祠堂里如今住着人呢。就在那头，院子后面还有地。那祠堂不是空了多年？
她一个离了沈家的妇人，带着几个孩子站着，像什么话？林小满，哟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说，那祠堂不是你家的，你住进去总得有个章程。什么章程？要么搬出来，要么什么？要么交租。你收？我替村里问。村里让你来问的？自然。哪位长辈点的头？问这么细做什么？二位是？我们是替李正来看看祠堂就地的。看什么？听说有人住进去，还要翻地种菜。所以呢？李正的意思是先来问问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别硬撑。我住进去时没见谁拦。那是我补窗清院翻地时，也没见谁来管。现在不是来管了？现在来管，倒像看我能活下去了。要赶我走，可以，请李正亲自来。你还摆起谱了？不是摆谱，是讲规矩。谁要我的屋，谁当面来要；谁要我的地，谁当面来量。你手里哪来的钱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去镇上了？去了。卖了什么？卖我自己的东西。他能卖什么？怕不是偷偷拿了沈家的？赵婶儿，话出口前先想清楚。你若说我拿了沈家的东西，就让沈家当面报出来；报不出来，就闭嘴。这事儿，我们回去照实说。劳烦，也替我带句话。什么话？祠堂我住了，地我也翻了。若村里有规矩，我听规矩；若只是有人红眼，那我不认。听词阁，李正，还有沈青山那一下发沉的眼神。还真没死心。赵婶儿，看什么呢？我看什么还要跟你交代？那倒不用，只是我这地方破，别把赵婶的眼看脏了。你当我稀罕？既不稀罕，就别围着转。你这柱子你倒围着脏呢，我围着转怎么了？谁知道你藏了什么？赵婶要是真好奇，不如明日请李正来一起看。吓唬谁呢？我哪敢？你少得意！一个祠堂住着5口人，白天没人，夜里也未必安生。赵婶是提醒我防贼。呸！谁惦记你这破地方？那就好，我正怕有人惦记我这点口粮。哼，神神叨叨。娘，你买饼了？买了。真有饼？你摸摸。热的吗？还有点温。娘，盐也买回来了。嗯。娘，你真卖掉了？卖掉了。卖了多少？你就是卖吗？30文。那么多？赵婆子盯上了是不是？盯上的不止她。那怎么办？先护住粮。咱们夜里轮着守。不用你们守。我来想。安儿在。门后那几块废陶片，给我找出来。要那个做什么？挂门廊。我去拿绳子。别跑。
把屋里那团断麻绳拿来就行。娘，挂陶片能防贼，防胆小的贼。胆大的呢？胆大的也得先过这扇门。这些呢？给我。娘，你这摆的像画符，像就行。谁画的符是柴火？做贼的人认得出真符假符。早些洗脸进屋。娘，你是不是知道今晚会有人来？也许来，也许不来。要是真来呢？那就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吓回去。娘，你一点都不怕吗？怕。越怕越得稳住。娘，你睡了吗？没。娘，他们会不会不来？最好别来。娘，我听着门外像有风。有风是好事。为什么？风能帮忙。你先去推。不是你说没人吗？白天看着就他和几个小的，有什么好怕？这是祠堂。祠堂怎么了？粮食又不会自己飞出来。你小声点儿。我已经够小声了。赵婶说了，那女人今儿去镇上，肯定卖了东西，家里不定还藏着什么。她藏什么关我们什么事？200斤粮你不想要啊？想。那你上。你怎么不上？我一个妇道人家。你白天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就摸一下门栓。快点！你离我近点，你别光说不动。我不就在你后头。什么声？贴刀片吧？哪来的刀片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像有人站在那儿。不是人！你别胡说！你看墙上。我不看。他动了！他动了！他动了！快走！门还没……你还有门！啊！跑！快跑！你别拽我！我鞋掉了！鞋还要什么鞋？娘，走了？走了。真有鬼吗？不，有风。他们是金河叔。他还真来偷，什么有啊？不是偷，是来拿他们以为能拿的。他们明天会不会乱说？会。那怎么办？让他们说，说的越玄，越没人敢来碰。娘，你早算到了。我只算到，人心比风更会自己添生。真看见了，清河两口子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小满起得早啊。几位更早。昨夜你这儿可听见什么没有？风声。就风声？还有铁片声。铁片？挂着呢，破祠堂门松，挂几片东西放风。清河媳妇儿说，她看见墙上有影。有影不稀奇，有火就有影。那她还说影子会动，风一吹，什么不动？我就说那地方邪门，你们还不信？李小满，你昨夜在里头做什么了？
睡觉。睡觉能睡出那些响动？那赵婶想听什么响动？清河，你说。我夜里路过到我门前，我就是顺手摸门栓。你胡说，我们可没摸。没摸？你怎么知道门边有影？站得远，能看这么清？看见就是看见了，你少绕话。那就请赵婶说清楚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昨夜来了我这里？是你叫来的？不是你说，我说什么了？说我家有粮，说我一个女人好拿捏，是吗？你血口喷人，那就不是。既不是，以后也别再打听我这屋里有什么。昨夜那地方真不对劲，影子一下大一下小，还有叮叮当当的声，我再也不去了。谁洗得去？最好如此。娘，他们以后真不来了。赵婆子一时不敢。那以后呢？娘，你在想什么？想路。什么路？玉穗，今天把家看好。你又要去镇上？去。这么快？越快越好。娘，这回还卖碎瓷？不，这回我去找那个真正会开价的人。娘，现在就走？赵婆子要是又来呢？不开门。她要是骂呢？让她骂。她要是扒门？你就敲陶片。叮叮当当。对。娘，那些影子白天不吓人了。白天吓不住人，就让人记得夜里。娘，你一个人去镇上，我不放心。我不是去镇上闲逛，那是去听词阁。先去陶窑。娘不是要找那个会开价的人吗？会开价的人看的是东西，东西从哪儿来？窑里。50若饿，就买一把粗面，别省到头晕。娘，你路上也要用钱？我有。你哪有？娘，别骗我们。我留11文。那行。娘，你要早点回来。会。哟，又是你！来捡废瓷。还捡？你那2块碎瓷真卖着钱了？卖了。多少？30文。多少？30文。骗人吗？开花了，骗人的吧？咱们窑里次品一堆，谁拿30文买碎片？有人认。那你今日捡的价可不能按上回算。上回不是说废堆不要钱吗？上回是上回，现在你能卖钱那就是货。对，货就得给窑厂留一份。那我不捡。你不捡来做什么？看也要钱。那我走。哎，
你这人怎么说走就走？看要钱，捡也要钱，我没钱。没钱你还来？来学个眼力。让他看。柳师傅，匪队在后头，手别乱伸，屁别乱碰。多谢柳师傅。别谢，看不懂，看一日也是白费。听见没？别挡道。这缸要成了，东家能赏酒。师傅，底座水多，吃不住劲儿。你胡说什么？柳师傅做缸的时候，你也敢插嘴？我们就是这句话。真有道文，兴许本来就有。闭嘴！